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玩分享时间。大家可以从这个镜头角度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广角，眼前东西非常大。眼前东西呢，就是之前录过，大家也看过的，就是国行版的豪华版金刚帝王龙啊。今天为什么又是它呢？当然不是再录一遍它了，这个不能水视频水那么厉害，对吧？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眼前这款酷玩版金刚帝王龙啊，具体和我们的豪华版区别在哪里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身高对比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样子啊，酷玩版是到它胸口下方的一个位置。具体来说，它的一个身高呢，我们拿出尺来量一下，基本上头顶算上脚的话是28公分左右，到龙头的话接近是30公分左右。的确，体积上是小了很多，更适合把玩是没有错啦。好，体积上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除了身高体积之外还有哪些变化。所以说今天呢，为了能够在一个镜头下容纳下这两个家伙呢，就只能用广角来给大家看一下了。方便起见，我先调整一下，把它的武器什么稍微收一收啊，不然实在是不太好搬。好，因为先拆武器，所以我们就来先看武器吧。首先第一眼看过去就可以发现，在豪华版中黑色当中缝隙的涂装呢，在普通酷玩版当中是通通的没有了啊，而且在握把处呢，有原来的一个方装呢，变成了现在的圆筒装。理由也是很简单，原本是无指可动手通过把握柄上的两个洞来进行安装的，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动手，直接靠涂装来怼进去就 OK。所以说武器上的区别呢，基本上就是如此。而在变形结构上呢，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无非是从大的弹簧装弹簧锁扣的装变成小的弹簧锁扣装。好，先把武器放到一边。本体上我们粗眼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稍微你定睛一看啊，就会觉得还是有不少的颜色上的区别的。首先我们从主体上来看，头雕这部块呢，变化不大，主要是一些红色的点缀部分啊，像边上这种红色的点缀部分呢，在酷玩版上呢就是没有了，稍微近一点啊，这个近不了，近了就看不掉。然后在肩膀上呢，分件上会少一些啊，比如说肩膀上这边金色和黑色的这个原本的分件呢，在这个酷玩版上就没有，包括三角龙这边也是。这个洞里面的红色是没有啊，肩膀上内部方装结构呢也是缺少了黑色的一个分件，手臂部分可以看到三角龙的金色呢也是没有了啊，同时小臂部分这边的涂装金色呢也是没有了，两边都是如此。同时翼齿龙这边红色点缀也是没有了啊，小腿部分爪尖都是比较大的区别，涂装上的一个偷色。也不叫偷色吧，叫省略，毕竟价格放在那里。而在主体的霸王龙身上呢，相对来说呢，也有，但可能一眼看过去不是太明显。首先呢是它的小爪的爪尖部分，银色涂装没有，腹部的黑色涂装没有，然后大腿部分呢就没什么大的区别，主要的纹装注意点呢还会有，但是在膝盖部分呢可以看到红色的点位呢就没有了。同时在它的末端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颜色区别啊，小脚掌也是如此。移到侧边来呢，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啊，镜头转到巨大的红色圆形点缀物吧，金色边框的这边是变成了黑色，没有了啊。侧面三角龙部分呢，也是主要是在它爪尖部分的一个灰色啊，都是省略的。另一边，我们看翼齿龙，这个镜头会比较刁钻，主要可以看到还是爪尖部分的点缀，在尾巴部分的，这边红色，它的尾巴尖的红色就没有了。其他大的方向呢，就在龙形的时候再看吧，比如说像这边的金色啊，它这边是没有。移到背面翼龙方面呢，它省略的就比较多一点啊，
比如说它这个靠近肩膀部分的金色部位呢，它都是没有了一个分色，中间的红色呢也是没有了。在小腿部分呢，它主要是省略了还是脚趾的一个涂装啊，银色部分呢是没有的，其他部分呢，这个在变形结构的时候再说啊，就这块零件它的一个区别，因为它是改模了。其他部分可以看到，翅膀部分这边灰色也变成了紫色的一体件啊，金色部分的涂装没有啊。在合体状态下的外观区别呢，大致上就是如此啊。我一眼能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其他一些小的呢，可能你不说也不太会注意到啊。好，具体我们把它变成龙形再来看。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把大家伙来请下去。好在变形之前呢，我们先聊聊主体上的结构的一些变化啊。除了刚刚提到的手型部分呢变成了不可动的动手之外呢，它背后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头胶。然后在龙形这边呢，尾巴本来是有一个填补的结构的，现在呢就是完全三面结构啊，空空如也，是在第一眼把玩的手感上是落差比较明显的两个部分啊，其他部分其实都还不太明显。这两点呢是手感上明显区别蛮大的。然后在变形结构上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翼龙的连接点位变少了。当然了，它也不影响它的一个稳定性，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牢固的。就是原本翼龙呢，它这两个位置呢还会有两个黑的直装出来进行锁扣，现在呢整个合体固定点位就只剩下中间这一个弹簧 C 扣了啊，弹性 C 扣啊，可能这样严谨一点啊，在结构上是做了省略啊。我们来看翼龙的一个变形吧。首先拔出脖子，这和原版也是一样啊。转出脚尖啊，当然刚刚忘记说了，这个人形结构下的关节呢，它通通取消了一个弹簧结构。这个呢，相信玩过酷玩版啊，对酷玩版稍微有过了解呢，也知道这是酷玩版和豪华版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本质区别，也就没什么好吐槽的了。好，翼龙的变形呢，说话之间就完成了，除了连接结构的和颜色上的省略之外呢，整体上的把玩点是没什么大区别的，关节位除外，关节位刚刚已经说过了啊，还是能够做到着陆的 pose 这样一个姿态的，也算是好评。翼齿龙这块呢，变形结构原理也是一模一样啊，变成动手了之后呢，它转手的结构都可以省略，而且整个过程可以听见啊，不是看见了，是听见，非常的静音啊，因为没有这个弹簧的齿轮在了啊。大家晚上玩的话呢，也不怕吵到邻居啊。之前我晚上玩这个被投诉了，说太吵。对，是我错啊。翼齿龙这边呢 ，B 呢和国行的酷玩版都是一样，由原本的一个金属呢调整为了全塑料件，但是它的一个把玩功能呢还是一样可以还原的，没什么问题。除了拳头的结构变化跟和涂装变更之外呢，翼齿龙在把玩上也是没有什么区别。三角龙这边快速的一个变形，手臂转过来之后，尾巴盖上去。我这次盖尾巴好像要注意它这个拇齿啊。是不是我变错了？这手腕朝上是不行的，这次手腕的拳头只能朝下，并没有一个豪华版的手指盖上去的一个动作。好像手腕朝上，它这个是尾巴是盖不下来了，会有干涉。这个我说明书没有细看啊，看过说明书的小伙伴应该是非常了解。当然，我不推荐大家像我一样不看说明书，我纯粹是懒而已。
而且感觉玩过豪华版了，酷玩版应该手到擒来，所以就省略了这个布置。平时就玩其他玩具还是会看说明书的，因为现在玩具很贵啊，对吧？不看说明书玩坏了，怪自己。然后在变形这块的它的一个凸点结构呢，也是没有省略，和豪华版一样是需要卡点卡进去的。所以说它在变形的时候，它四肢的一个稳定性上呢，是基本上和豪华版没有什么区别的。三角龙变形也完成了啊，当然嘴部依旧是可以开合的，这个机关也是没有省略。唯一的缺点呢，除了涂装之外，就是尾巴这边可能会稍微空一点啊，就是一个死亡视角。在万龙方面呢，它的变化稍微会多一些啊，我觉得在结构上变化最多的就是万龙，其次是翼龙。拆下来它的脚之后呢，依旧是打拼它的一个接地，然后取下它的身体部件，就可以看到它原本的一个弹力 C 扣呢，现在通通变成了一个原装。头部这边的关节呢，也没有一个旋转换角度的一个功能了，也直接变成了一个原装带凸的啊。所以说大家安装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一个角度方向。同时，它脖子这边的延长功能呢，也是没有，所以说它的脖子呢就会比较短一些。这块颜色的区别呢，就是分界上的区别啊，和本体上原本豪华版呢是会有一点区别。前半身、后半身的膝盖部分也是一样，原本的弹簧扣结构呢，现在变成了凸点，而原本的一个连接结构这边也是变成了凸点。尾巴取消了一个延长机构，所以说尾巴会稍稍有一点短，但是不说的话，应该也是不明显。连接方式呢，依旧是下面一个凸点，上面的弹簧点呢还是保留了。所以说结构上呢，它还是很稳固的，但底部的轮子呢，它也是取消了，所以说万龙就没有推车的一个玩法了。最后来到霸王龙，霸王龙在变形结构上呢是几乎没有什么省略的，这个也挺关键嘛。作为合体的一个主心骨，如果它省略了太多关节的话呢，势必会对合体之后的整个结构稳定性上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很好，它这次呢在霸王龙上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机构上的一个变化，除了关节它变成了纯阻尼结构。当然纯阻尼结构也对有些小伙伴来说可能也不算是一个完全的缺点吧，因为弹簧齿轮结构毕竟会有它的毛病啊，阻尼结构呢也会有它的好处和坏处，有利有弊吧，对吧？各有千秋的一个样子。别看它这边手臂前爪这边有空洞，豪华版其实也是空的来的，这不能怪它。尾巴连接上。好，我们调整一下镜头，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一桌子的恐龙呢都已经分离变形完成了。第一感觉上还是那句话，和豪华版在第一感官上没什么大的区别，还原度可以达到90%左右啊，90%应该是有的。无非是一些涂装小点缀上的区别，变形结构上区别在变完之后呢，其实也是不太明显。举例我们一个个还是单个1:1的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翼龙还是要广角的才能收得下，两者可以看到在形态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吧？就配色上的确是酷玩版是朴素了一点。在连接机构上，就刚刚提到这边的一个黑色连杆呢，它这边是取消了。好，请下一楼。翼齿龙这一块，初看上去呢，除了腿部和腹部这边的一个颜色上的一个省略呢，在结构比例上都是没什么区别啊。尾部也是一个完整，并没有偷胶的一个尾部。手部当然它整个换连接的也就不去说它。脚掌部分呢，除了稍稍有一点空啊，缺少了一个分色分件之外呢，它的连接孔位都还是在的啊。
嘴部呢也是可以张合，硬币的安装呢也是可以。哎，我装反了，这个大家忽略就可以了。三角龙这一块呢，除了颜色上的一个省略之外呢，它尾巴部分的变更呢，是我觉得其实没必要，但是你省这一块塑料能省多少呢？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减分。当然，手部变形时候的一个姿态呢，也是由于调整零件之后发生了一个变化。感官上，它的后部的死角会比较明显，特别是这个角度手又是手空洞又是尾空洞的。相对来说，豪华版这块呢，就几乎是没什么视觉上的缺点头冠部分呢，也的确是会省略了黑色，感觉整个层次感呢会有一点下降。万龙这一块可以看到在侧面来说呢，颜色除了这边圆环的金色之外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呢可以看到，因为缺少了脖颈这边的一个延长机构，整个镜头抬上来一点，整个脖子长度的比例上呢会有一些变化显得我们小万龙呢更有点粗脖子不够纤细修长，更像是童年的感觉，这样就像是爸爸带的小儿子一样我不是假定性别，也可能是妈妈带着女儿新铁粉不要来冲我。正面因为省略的配色呢，胸口这个金色就会有一点点突兀尾巴也是缺少延伸机构的一个关系。脚底部分的圆轮子省略和脚尖省略，这也是我觉得不能推车有点遗憾加4个轮子其实好吧，精简成本嘛，对吧？可以理解。最后暴龙这一块基本上区别就在颜色上，在结构上呢，外形上呢是除了颜色之外没有什么区别的还原度最高的一款，如果其他角色它的还原度可能在80到90之间，这个两者的区别可能相似程度就在90%以上吧，甚至95%以上，除了配色之外，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好最后总结一下这款玩具的一个酷玩版，相对豪华版来说呢，我觉得它省略的部分呢，大概是在算上关节的话，是在20%到30%之间。但是关节因为是各花入各眼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一个情况。如果单从涂装和它的一些结构省略上来说呢，它的省略比是在10%左右。同时呢，因为它酷玩版一个很大的优势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豪华版实在太大了，像我这样这个一个桌子的话，豪华版一放我就什么事都不用干了。但是酷玩版一摆的话，还是会有一点把玩的一个空间余地在。所以说我给它呢是给一个4分，这是把玩过豪华版情况下再玩酷玩版是可以给到一个4分。如果你是第一上手就玩酷玩版的话呢，我觉得你给出的分数可能会比4颗星还要再高一点不可否认，它省略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小臂部分和动手的一个空洞位呢，你玩过豪华版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心有芥蒂的。同时，它在关节变更的情况下呢，本来不太明显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本来肩部这边是齿轮关节，你固定性就很好，你掰的时候咔咔咔的很明确，不会留意到它在肩部内部呢，其实这边是有一个方凸的这个方凸呢，人行手扣住肩膀呢，它肩膀先动的话呢，就会先动躯干部分的这个关节，而不是先动手臂肩膀这部分的一个关节。但是在豪华版上这一块的凸点固定其实是不太明显的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有一点磨损了，扣的还是非常紧的。既然说到这个，还有个问题呢，就是它省略了这个手臂小臂部分的一个豪华版的固定结构这就导致在人体把玩时候它可能会缩手，这也是在把玩上手感上会有一些和豪华版明显区别的一个地方。当然听说豪华版很多小伙伴国行版本这块的关节有问题好像中奖了还是怎么样，这个个体原因不太好说，我豪华版没有遇到就不太好评价。所以说你玩过豪华版之后，你会发现它身上是有一些可以做到更好但是没有做到的点，而且这些点并不是因为它体积缩小控制成本这么简单的原因就
可以敷衍过去了。毕竟它的价格是豪华版的，应该是一半还不到啊，一半不到，缺点一半不到，1/3多一点。体积缩小了一半情况下呢，价格来到1/3呢，它肯定是要再多做一些成本控制，涂装也好，分件也好，结构上的考量也好，肯定是有，能接受啊。所以说你没有玩过豪华版，或者说不打算入豪华版的话，这款酷玩版对你来说就是武器啊。但是因为我玩过，所以说我知道它能做得更好，但是呢，没有做到。哎，还是那句话，由奢入俭难嘛，对吧？我给到它4颗星的一个评价。1张多的价格，你看看隔壁财团比的那些战队合体金刚，1张半是什么水准？真的，全靠同行衬托。好吧，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录到这边，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酷玩版和豪华版的一个区别。之后我还会上传一个，也可能是在它之前吧，就是酷玩版的一个雷克斯凯撒，就是暴龙战旋网啊，我那个也入手了。那一款的大小区别呢，可能会比这一款大小之间的区别小一点，毕竟它涉及的关节稍微啊，对，那就那个视频再聊吧。好，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录到这边，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